做父母的，哪有什么问题不问题的？只要为了孩子好，什么都不是问题。王妈妈笑道：但愿啊，肖战的爸妈也有你俩想的那么开就好，不然王一博这个臭小子有苦头吃罗。王妈妈白了王清一眼，道：快开饭吧，你爸没吃午饭，肯定饿了。王一博很自然地一盘一盘接过，然后拿去客厅。小青，你也去帮忙吧。小博笨手笨脚的，连个碗都不会放，他不是挺好的吗？王清一顿，接收到了王妈妈的眼神，无奈耸肩，道：行，我去帮忙就是了。待他走后，王妈妈走进厨房，看了眼穿着围裙十分居家的肖战，点了点头，笑道：照顾小博很辛苦吧？这孩子脾气不太好。肖战早就看出王妈妈有事和他说，看了眼还在外面和王清争论筷子怎么摆的王一博，摇了摇头轻笑道：没有，他其实就是小孩子脾气，哄哄就能好，看得出他很喜欢你。王妈妈接着道。肖战点头，脸上漫起幸福的笑容，我也很喜欢他。他从小就绝，我不知道以前的事他有没有和你说过。他从小就有心肌炎，甚至连跑步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奢望。有一年夏天，不知道他怎么的，就学了一次跳舞，从那以后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的喜欢上了这件事。我和他爸都很担心他。王妈妈也顺着他的目光看向外面吵闹着却无比健康的儿女，眼神追忆。那时候我和他爸都不准他碰舞蹈，他就在电视上学，一边学一边跳。后来犯病了，就打着吊针继续跳。这事肖战知道，网上但凡能找到的关于王一博的资料他都有搜过，可是看文字和听当事人说这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他啊，果然是个连自己都不放过的疯子呢。肖战喃喃道。王妈妈看了他一眼，继续说，后来我和他爸给他找了最好的老师，本以为学2年觉得辛苦，小孩子就会自动放弃，没想到这孩子不但学了，而且学得非常出色，身体也逐渐好起来。就在我们以为他能开始过正常人生活的时候，也就是13岁那年，他回家告诉我们，他要放弃学习，去韩国做练习生。这还真是王一博的风格。肖战心想，当初如果他也有这样的勇气，大概也不会23岁才放弃一切追逐自己的梦想吧。我和他爸当然不同意。王妈妈继续道，你知道他怎么样吗？他绝食、抗议，不去上学，每天就躺在床上任自己一点一点地消瘦下去。说到这里，王妈妈又想起了那段日子，看着王一博一点一点地瘦削下去，除了哭，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后来呢？肖战又问道。还有什么后来？后来就只能同意了呗。王妈妈扯了扯嘴角，试图扯出个笑容，却宣告失败。13岁那年，才那么丁点的孩子，他就独自背着包，自己坐飞机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。妈，给你。肖战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递到王妈妈手里，笑道，这是我刚洗的，很干净，没有用过。那温暖的笑容瞬间治愈了王妈妈心里的伤痛。她接过手帕，在自己的眼角擦了擦，继续道，我现在知道一博为什么这么喜欢你了。她伸手摸摸肖战的脸颊，微笑道，你的笑容能融化一切。谢谢，可我只想融化他一个就够了。肖战看着门外一定要将筷子侧放或王清争吵不休的傻子，笑道，和你说这么多，
我只想说，这孩子主意大，我和他爸其实管不了他。当他说出你名字的时候，我和他爸心里就知道，这事我们俩管不了。王妈妈又看了肖战一眼，继续道：这孩子很执拗，又因为从小吃苦，对外人的防备心比别人重。我以前甚至想过，也许他一辈子也不会找到一个能真正走进他心里的人，这是我的荣幸。肖战笑了，现在回想起两人的相见相识，好像一场梦一样，不过是拍了一部戏而已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陷进去了。小战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王妈妈又问道。肖战点点头，我母亲也喜欢这样叫我。我看得出和你在一起后，一博变了很多，他开始学着和人交往，学着正常社交，学着人情世故，甚至开始学着考虑别人的感受。这一点，我要谢谢你，这是我和他爸爸都没有教会他的东西。总之，我希望你多包容包容他，对他好一些，让这样的笑容在他脸上待的时间更长一些。这就是我这个作为母亲对你最后的请求。妈，肖战转身，伸手握住了王妈妈的手，看着她的眼睛坚定地说道：你所希望的也正是我一直在努力的事。我希望他的笑容从这一刻开始，一辈子结束。王妈妈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如果先前接受他不过是不想儿子难过，而现在王妈妈已经开始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干净的少年，那样纯净的、毫无杂质的眼神，大概是所有人都求而不得的东西吧。哥，你的水煮鱼好了没有？快端出来，吃饭了。王一博终于打败王清，将筷子往自己喜欢的方向摆放，刚坐下，却迟迟等不到肖战出来，随即忍不住喊道：吃饭就吃饭，嚷嚷什么？一点家教都没有。王爸爸伸手为自己添了一碗饭，说实话，他是真饿了。来了。肖战向王妈妈使了个眼色，笑道：走吧，尝尝我的手艺，看我能不能将它留得更久一些。两人相视一笑，王妈妈道：看得出，你妈妈也一定是个很温暖的人。肖战摇头，笑道：不，她啊，是个很幼稚的人。两人走出厨房，王一博揉了揉眼睛，怎么觉得战哥和自己老妈之间的氛围跟刚才不太一样了呢？待肖战坐到他身边，王一博忍不住问道：是不是我妈和你说了什么？肖战笑着点了点头，道：讲了一些你小时候的事。这一顿饭吃的可谓是宾主尽欢，要不是王爸爸在添第三碗饭的时候遭到了王妈妈的阻止，有一丝不高兴外，其他都很开心。